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又要来拯救另外一颗迷你蝴蝶兰，这一颗也是我同事的兰花。那他这颗兰花已经开完花了，然后请我来看一下这颗兰花需不需要换盆。那我呢就带回家，然后以下呢就是我给他换盆的一个经过，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步骤上面、操作上面的一个分享。那因为这颗兰花目前的介质是水苔，而且非常的干，所以我在出盆之前我喜欢把兰花用水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做出盆的动作，再来做清理水苔的动作，会比较容易一些。在之前的一些影片里面有跟大家稍微提到了一下水质的重要，那这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里面用的是滤渗透的水。那滤渗透的水呢，其实出来的水里面是几乎没有杂质的。那你现在看到我这个 TDS 测量计上面的 ppm 是3哦，原因是因为当滤芯它比较老的滤芯，因为它上面过滤掉很多的东西哦，它的这个越老越旧的话，它的这个数字会一直上升哦，所以003哦，其实就是代表说这个滤芯它已经逐渐的在老化，但是还是可以用因为还不需要换。一般来说像有时候有些人稍微要就是省钱的话呢，它滤芯它会用比较久一点，可能比如说到了10、20甚至50，它才可能更换新的滤芯哦。那因为我家里面这边的自来水是已经可以饮用的自来水哦，它的 ppm 都还在大概150左右，一般都低于150，所以还是在软水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呢，其实就算说逆渗透的水出来是有50的 ppm， 其实还是相当的软。那它泡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非常明显的就可以看得到它的根系就会有吸水嘛。那因为吸水之后呢，活的根系你就会看到它就是呈现淡绿色那些白色的部分的根系是因为它长的时候呢比较没有接触到阳光，所以呢它就呈现比较白色、微黄色这样的一个色泽。那现在的这个影片片段是当时他带回家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首先最明显的呢，其实就是它的花梗花梗呢已经开完花，然后也干枯了。这个时候这个花梗就可以观察了，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先行剪掉，因为呢它已经完全干枯了那我一般就是等到它干枯像这样子呢，我就会把它剪掉了。如果还是绿色的话呢，我一般我的习惯是不剪绿色的花梗，原因是因为呢里面还是有一些养分跟汁液可以再被植株回收利用再吸回去，所以呢不要就直接把它剪掉。那再来有一些是有续花性的兰花，它的花梗如果还是绿色的话，有可能会继续往前长，所以呢就还会继续的开花。所以如果还是绿色的花梗不要剪掉，否则挺可惜的。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颗兰花的根系其实长得还算不错，那这颗兰花感觉起来是有一点点缺水我在猜这个同事可能没有常常的浇水所以说这颗兰花跟之前拯救的兰花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颗兰花的根系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刚刚说了这个花梗因为干掉了，所以我就在它最底部的部分剪掉。那剪之前其实我习惯动作是一定会将剪刀先进行过消毒，所以可以喷上双氧水还有酒精，甚至呢可以用火稍微烤一下，都能够对剪刀的表面进行消毒的作用。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兰花因为剪刀上面的这些病毒或者是一些霉菌而会有一些感染的可能性。
那因为这颗兰花的根系长得挺不错的，那我不想要用从最底部的方式把兰花往上推，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套带直接把它剪掉，剪开，那这样比较容易让我能够把这整颗兰花取出来，然后再细心的耐心的把这个水草的部分慢慢的取出。在清理完水草的最后一步呢，我习惯用水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水龙头来冲洗兰花的根部的部分，这样子也有助于这些夹在根系中间的细小的水草能够被冲掉，这样子兰花的根就会更干净一些。再来呢，经过冲洗之后，我还是有用酒精跟双氧水来对根系进行喷洒，进一步的呢将这个根系再一次的消毒。虽然说它看起来很健康，但是我还是会这样子做。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这颗兰花来进行一个重新种回去的动作。那这边提醒一下，这颗兰花呢，我没有让它静置24小时，但是最好就是在清理完根系之后，如果在不急的情况之下，你可以静置24小时，让它的根系完全干然后这24小时也能够让你再重新检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根系需要修剪，因为有时候在这过程中有些根系它会因为受到伤害或是本身就不健康而再继续的溃烂，那这24小时是给你一个机会重新检视，然后再把兰花种回去才不会说太快种回去，那它本身会烂的根就烂在新的介质里面，这样就比较可惜。因为这颗兰花也一样会继续在办公室的环境里面生长，所以呢，我就决定在它中心的部分呢，根系中心的部分还是稍微放了一点点的水苔，让这颗兰花呢能够就是说在可能没有每个礼拜被浇水的情况之下呢，还能够保有湿度，保有一段比较稍微长一点的。我家当时还有一些少量的树皮还可以使用，所以呢，我就决定用在这颗兰花上面。那这个就是兰花最后它种好之后的一个样子。我自己在就是重新种好的兰花，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等个几天甚至1个星期，我才会再给兰花浇水。但是呢，这一颗我操作上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必须隔天就把它带回办公室给同事。当时这颗兰花的水呢，有加了海带的萃取素它是一种生长激素，有利于开根的生长激素。然后我也添加了钙还有镁的这样的一个养分，让这颗兰花呢能够加速它适应这样新环境的一个可能性。如果你对肥料这方面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参考我频道里面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兰花施肥的影片系列。我有几颗兰花目前是还种在树皮，是因为他们买回来就还是种在树皮的介质里面，然后我还没有对他们进行换盆我发现他们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外杯，就是外杯这样放着其实一方面增加就是它周围的湿度比较不容易散发掉之外，我发现他们真的对这样的这种养护蛮喜欢的所以我这颗小兰花我也一样，就是有给它一个杯子让它这样放着。那这个杯子其实就还是可以当作是泡水时候用的这个容器所以呢它是一举两得。而且呢这样子的话，它就算有滴水也是滴到这个塑胶杯，也不会直接就滴到那一个外面那个瓷的容器里面去。那有些人还会对叶子进行一些擦拭，那我建议是可以用柠檬水或者是莱姆水就是1:1的比例，柠檬汁跟水的比例1:1这样子混合之后呢，然后再用棉花球或者是纸巾对叶子进行擦拭，这样叶子就会比较闪亮有油光。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